耶！你还不要走，你还不要走。为什么不能走？这样？我干嘛？什么？你看一下后面。怎么样？你那种。哦，销奖是不是？哎呀！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好奇，什么是火星计划？火星计划跟登月计划有什么不一样 Oh my god！ 天哪！是不是？哇！我天哪！我今天突然好想讲火星计划 ！Oh my god！ 我他妈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想要讲火星计划。那个火星计划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阿提米斯，而真实的世界中，阿提米斯计划是实际存在的一个计划，它是 NASA 中的一个计划。那么该计划在干嘛？该计划在建立，如果人们能够在月球生活时，要在月球建立月球基地，以便未来能够飞向火星。所以该计划是在 NASA 现在正在运行的计划，2030年他们打算把人送去火星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来过登月计划，登月计划正好是阿提米斯站的第一站，你必须要先登月，你才有办法飞往火星。这学科上面这样讲。那时候我们在做登月计划的时候，登月计划在解决一件事情，让人们从没有希望到相信希望。所以很多人在听登月计划的时候，他会突然有那种很想哭的感觉，因为再也没有人相信。你说你就是听到登月计划想哭是不是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这辈子会有希望了。后来我们那时候做完登月计划了嘛，然后登月计划的一开始起源自于一个很古老的故事，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直播。那时候我是 Pop Daily 的 CEO， 每一年我都在 TICC 讲超大型的销讲，都在讲课嘛。说那时候我是台湾行销年会的很 top 的讲师。每一年我去讲的时候，都有2-3千人在我的面前听我在讲话，然后我也是观众投票出来，大家很喜欢我的人，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在做我自己品牌的时候，我以为第一天登录的时候会有很多人，我以为，然后喜滋滋的在炫耀说干 Pop Daily CEO motherfucker， 我们要讲课了，结果只来了3个人。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印象让我很深刻，我讲完那3个人之后，我都跟各位讲一句话，我现在要跟你们讲这个故事了。就是呢，有一天我会在一个舞台上，然后灯光大到我看不清楚你们的脸，所以我必须现在好好记得你们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，以便我未来在更大的舞台的时候我们认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拍一张合照，所以我就跟彼时的那3个人留下一个4个人的合照，超级破旧的 Google Meet， 几乎照片是斑驳的，讲着我们以后小巨蛋见。但是那个时候1019天前 ，Who knows？ 我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去，只是我相信我能够走过去。所以第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们讲那个时候270天之后，我们去了 TICC 嘛。再从那时候的270天之后，我们走到了1000多天，1019天之后要去小巨蛋。对，这种感觉是非常不真实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登月计划我们做的事情是没希望到有希望嘛。对，小巨蛋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可能到可能。其实人们是想要相信事情是可能的，甚至你们都想要相信，只是为什么？只是因为当它变成可能的时候，过程中太复杂了嘛。所以我们在火星计划里面，我们讲了5个章节。第一个章节叫点燃，我要让你们相信不可能其实是可能，但这点燃不可能是虚的嘛。所以第2章我们做了一章节叫做穿越，你们准备要穿越太空飞往火星，然后在穿越的时候，你们会遇到超多的心理不确定。你会有灾难化想象，你会有焦虑感，你会有拖延症，你会有完美症候群。全部讲完之后呢，我底下留了一句话，叫做如果去火星是一条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一条单程路呢，你有可能回不来怎么办？那时候我会问你们决定要去还不去？这很关键，因为在穿越的过程中，其实你们很有可能会回不来，所以那时候我在小巨蛋，我会问你们这个问题：我们到底能不能去火星？但其实我没有把握。接着，它第3个章节叫做风暴，所有人在答应穿越要飞火星时，你们都会后悔，因为风暴会来临，所以你们会在小巨蛋的现场听见雷击声或超大的 bass， 会导致地板是晃动。你会几乎看到太空梭跟火箭要飞起来的那一刻，
听到一个很像摩根费里曼的人的声音，数着 5 4 3 2 1，那一刻画面是白的，你们进入到脑子的一个想法去了。天啊，我在哪里？你会这样想：我刚不是在火箭上吗？我应该要起飞了吧？天啊，火箭难道不飞了吗？你开始担心很多事情，糟糕，我会不会死掉？我们真的到不了了怎么办？然后最后我讲了一个东西叫自信工程，我们如何搭建一个自信工程，让自己相信我们能够飞往火星。然后最后你会看到一个影片，那影片的开头是这样。怎样？那影片跟那一条我很烦，我要讲一个超级题外，让我岔开一下。不好意思。我最近在进行的大量训练，就是为了避免另外一个 part 的我在这个时候跟我整合在一起。你们大家可以理解，所以我要能够控制或者学习与另外一个 part 的我相处，以便我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，我会出现我刚刚的状况。所以我要为了这个训练，大量的做很多训练。所以我投入超多皮拉提斯、瑜伽、健身、冰浴，各种我能想象过让我冷静的事情，我才有办法到现在我能够讲出这些故事。好，正常了。来，我忘记这个糟糕哦，我刚讲到 OK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录一个影片，到时候会请大家帮忙，我们录个影片。嘿，你相信 King 会去火星吗？现在你们会说相信，但是1019天前，连我老婆在睡梦中都会说梦话，教授你别想了，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1019天前，我跟我哥说，亲哥说，你相不相信有一天我会去小巨蛋？他说干你假赛。后来我那天跟他讲说我要去小巨蛋的时候，连他都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跟我父亲讲说我要去小巨蛋的时候，他说你钱哪里来？我说我不知道。对，但是我们要去了。那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，OK， 如果我能做到，你们一定也可以。所以到时候你们会拍一支影片，那一支影片是什么？经过第3个章节时，我们要到第4个章节，我们真的登陆火星了。你们会看到一支影片，是你们每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们可以。好，对，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影片，那个时候你们会真的相信我们他妈的可以去火星。但现在没有，现在我们连会不会到都不知道。其实我现在连会不会到我都不知道。虽然今天 VIP 票快卖完了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到。OK 好，然后接着到了第4章，你们在火星嘛，它会有几个感觉，叫做安静的稳定感，内在回家的感觉。你再也不会觉得很欢乐，你也不会觉得想要庆祝，因为你会有一种感觉，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。你会有一种很强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接着第4个章节很快要过去了，要到第5个章节，你们得回到地球了。但回到地球的时候，你们会有一种感觉，你们不想回到地球，因为火星的感觉太美好了，所以你们会有一个返程忧郁症。很多太空人在火星在回到地球时，他会有忧郁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烦恼在月球上面，在火星上面看起来那烦恼太小了，他会觉得超级微不足道，我怎么会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很担心。接着他就会想说，我要回去那个充满尘嚣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出太空舱的第一个动作是跌倒。因为重力完全不一样，他们还以为喝水会变成一颗水球，可以直接去接它，殊不知一喝矿泉水是立刻呛到，因为它跟它在月球跟外太空体验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你们会有一个返程的很不适应的感觉。接着我得让你们留在地球上，不然你们就一直想要待在火星，这不行，我得把你们赶回去。去年我们做了一个秀叫《星辰之镜》，做完那《星辰之镜》的时候，有个人写信给我，写2万字。2万字怎么了？太多了是不是？太多了。Oh my god！ 2万字他写了什么？他告诉我了一个理由，他不想从星辰之镜离开了，他想留在那里，因为他真实的生活太悲惨。那故事细节我不讲，因为那个我刚刚答应我不能乱讲。他真实的生活如地狱般在生活在上面，所以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打造出一个他能够逃离现实的地方。所以他再也不想回到如炼狱般的地球了，所以他一直很期待我们还能做出一些事。我觉得到时候对，我就不用到时候那个麦要卡掉，你知道？哦，干很烦，就是他真的不想回去了，因为那个地方太糟糕了。虽然我们造了一个地方之后，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，如果我们能够打造出一个地方，让你们短暂离开3个半小时、2个半小时。
那么我一定要做这件事，我一定要做到这一件事情，让你们去相信，有人真的会愿意为了别人。好了，给你一点掌声啦，给你一点掌声啦。可以，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所以加油，应该可以去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去。好，再讲一个我的坚持，火星计划我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公关票。后悔了吧？其实不是这个问题，等一下，烦死，怎么会这样？再给你一点掌声啦！是因为啊，我宁可不卖完。对，等我喝个水，我舒缓一下情绪。我宁可不卖完，我要把每一个位置留给要来的人。OK， 这个决定不是太容易，你们应该可以理解，因为这个票是要留给真的需要的人来的，所以我没有一个位置留给只是想要来看 King 的人，我没有一个位置留给这种人，我留的位置是什么？是留给那些不相信生活中，操你妹！哦，讲脏话很提振士气，操！放屁！干！我决定他妈的，是留给那些要相信不可能到可能的人而来的。所以无论他的票价是多少，我都得想办法跑去每一个人的面前，跟你说，我们替了你做这件事。干，我真不行欸，有点困难欸，偏难欸，对啊。所以这个计划会有很多人支持我，也有很多人赞助我的原因是我很喜欢他们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 King， 这个计划我赞助的不是阿金，我非常喜欢。他们赞助的是那些可能因为票价没办法来到现场的人，他们拿了赞助费给我们之后，他们要去找真的需要这个活动的人来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不会卖完，很有可能，但是我可以确保所有来的人都是需要这个的。那我就觉得够了，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团队很辛苦，因为他们在损益表上面跟我打架，而我却一意孤行的决定，我不能送走任何一张公关票，即便那个人是谁。对，所以我们在中间要有很多关键决策，它是很不容易的。谢谢。等，来啦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浩浩刚刚说的非常好。操你妹！那我们有没有可能，就是大家刚听了这么多很精彩的话嘛？是那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是，他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说，介绍大家说，我的朋友7月1号可以来，该怎么讲这件事情？他总不能刚刚把所有的故事再一次吧？我只能录一个什么影片传给你们，你们传给他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他需要，那个影片有没有可能今天录呢？没有，你自己回去剪，我再也录不出来。你们，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，一个人，如果你们跟别人讲这个故事啊，别人会觉得你们发疯了。你相信我，他们会觉得你发疯了，因为我们跟你的朋友相处没有这么久。所以我还做另外一件事情，也是林北真的也小，开了一个新的火星群，里面人是0，我要从0开始，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也可以，你们一定也可以。那我是身体力行的要你们去相信这件事情。对，如果不做到这种程度，你们再也不会相信有人可以从0开始。所以我一直在重现活成他人生命的证据吧。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，对啊。如果你们可以来。你们也需要的话，那么很欢迎你们。那如果你们不能来，或者说你觉得不需要，没关系，帮我一个忙就好，帮我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你认为他需要的人来，无论那个人是谁，无论他现在几岁。很多人，我很感谢的事情，很多人第一次，没事，第一排不要哭哦，你会影响到，没有开玩笑。很多人是为了火星计划第一次来小巨蛋，对，他连其他艺人演唱会都没去过，结果来我的演唱会。对啊，谢哥，大家感谢大家支持。那个因为赞助的名额已经结束了啦，那我赞助没有纯收大家钱的，赞助我都是兑换相等的票给大家，所以等同于其实你们是买票。
对，我现场有很多，像包含豆点，包含很多人，你们都是我的赞助商，感谢你们。你们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义。对，但是你去看，我为了这件事情，我要付出比你们极大的努力好几倍。对，从开始好久之前开始做各种饮食控制，进行各种歌唱训练，然后我要继续重新去看諮商，因为我得确认我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面，我不能替你们带来恐慌，所以我要抑制很多我自己都要克服的事。所以我在验证一个事情是，如果我能够产生这种心力，那么你们也可以。对，所以我面临的恐惧，同时我也能够很理解你们，因为你去看一个老师啊，就他当然会说你不要害怕嘛，什么阿公杀小。比起你看见他自己能够克服害怕，我觉得这个更激励人。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谈太多，说你们要变得更强。我正在变成一个更强的版本，让你们去看。如果我可以，你们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这边是登机前广播，最后登机呼叫。这里是机长 King 广播，感谢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，本次航班编号 TK0701。将由台北小巨蛋飞往火星，时间是2026年7月1号正式起航。目前航班已经开放登机，请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机。提醒您，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证，不提供承诺结果，也不接受等我准备好再说的登机理由。如果您正在犹豫，不是因为您不够好，而是这是一趟真正会改变你人生的旅程。再次提醒 ，VIP 登机门即将关闭。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，人生中有些航班错过了就不会再加开。谢谢您准时登机，再会。